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今天的影片。这是我55岁的侄子，村子里曾经的天才画家，现在村子里天大的笑话。村里论辈分讲，他得喊我一声叔。他今年55岁，靠画画为生。我到现在没找到工作，靠跟父母的血缘关系为生。我和他不是很亲，只是偶尔听亲戚们说过他，当然都是嘲讽。今年我想找他叙叙旧，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他过得跟我差不多，不怎么好。我只知道他是个画画的天才，是全村唯一一个考进广州美院的人。96年他从广美毕业后，一身傲气的他拒绝了家里介绍的铁饭碗，进入到一家普普通通的设计公司打工。后来又和几位大学时期的好友创业做项目，赚了点小钱后按揭了一辆车。也是在这个时候讨了个老婆。但是干艺术的都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嘴笨。我也一样，我的嘴是借的，暗自收费，所以他慢慢接不到业务，公司逐渐入不敷出，空有18般武艺，无处施展。后来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大的项目，但是他的母亲就在这个时候病了，他没有第二个选择，只能回家照顾老妈。公司没人管理，最终倒闭了。刚还完贷款的车被他半价卖掉了，他自己担下了所有的债务。我之前问过他，你后悔吗？当时会有后悔的情绪，但你现在一想，人生它不就是这样子了？你走到哪一步你都承认了，对不对？你去后悔就没用，因为人生不就这么过来的吗？两个口袋一样重，母亲重病卧床不起，小自己10岁的新婚妻子也匆匆跑。这样的日子还不到1个月，他的母亲永远留在了那个没有星星的晚上。他一夜白头，从此一蹶不振。他说他差点就跟着母亲一起走了，但是死很容易，活下来才难。我很理解。后来他一个人一条狗来到海边的农村，租了一个小院，继续做他的艺术。他说他时常会从梦中惊醒，分不清现实和梦境。于是他拿起画笔，度过了人生最低谷的那个阶段。他说既然选择了活，他就需要付出100%的努力。这些年他没有也不想社交，只有小黑。用他的话说，他只想画画。但是我觉得你要先别饿死。其实是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又穷又倔又矫情的老头子。他画画确实有天赋，他的作品也真的很棒，拿到国外参展，也获得了不少国际的奖项。但是他就是懒，哪怕他多画几张拿去卖，都不至于现在这么穷。你为什么不画呢？画画其实更多时候不是画，而是去感受。你要有自己的追求。你看，他又开始装逼了。我听着他说的话，想起了《白日梦想家》中那个摄影师说的话。Sometimes I don't. If I like a moment, me, personally, I don't like to have the distraction of the camera. Just want to stay in it. 我们对未来一定要乐观，悲观没有任何意义，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负能量。我宁愿选择乐观，哪怕是错误，也不想选择悲观，即使那是对的。生命的意义就是整个旅途的本身。我侄子说过，不要看到别人光芒万丈就觉得自己黯淡，人的节奏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的人生开始就是一无所有，又有什么不能从头再来的呢？所以不要内耗，不要受别人影响，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。你有自己的人生剧本，大胆向前走，你的光芒终将照亮。
为什么中国农村会有年轻人会有55岁的侄子的奇特现象？在中国农村，经常听到一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辈分关系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喊50多岁的壮汉侄子，这听起来有点离谱，但在农村却并不少见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看似颠倒的关系呢？今天我们来聊聊背后的文化和故事。兄弟姐妹之间的超大龄差。在农村，一个家庭里兄弟姐妹的年龄差距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夸张。原因主要有生得多，生得久。在过去，农村家庭普遍生育多个孩子，从20岁生到40多岁很常见。大儿子结婚生子时，小儿子可能才刚出生，这就导致同一个家族里会出现哥哥的儿子比弟弟还大的情况。重男轻女的传统，为了生儿子，有些家庭会坚持生育，直到老来得子。于是弟弟和侄子就变得年龄相当，甚至反过来了。比如50岁的老大和30岁的老幺是兄弟，老大20岁生了孩子，那孩子都30岁了，比20岁的老幺还大，这种情况很常见。二、早婚与晚婚的奇妙碰撞。农村的婚育节奏有时候就像一场时间错位的游戏。早婚早育，在过去，农村年轻人18岁结婚，20岁当爸是常态。晚婚晚育，但随着时代发展，一些年轻人为了打工、上学或闯事业，推迟婚育，30岁还单身的越来越多。于是20多岁的叔叔还单着，但侄子已经娶妻生子，甚至都成了老父亲。辈分没变，但画面实在有点反差萌。三、中国复杂的辈分称呼。在中国农村，无论年龄多大，辈分永远说了算。只要辈分低，就得喊对方叔叔或姑姑，哪怕这个叔叔比你还年轻。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叫你叔叔，你再小也必须硬着头皮应下。反之，侄子辈无论多老都不能改口，规矩大过天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叔叔看起来像侄子的弟弟，两人依旧严格按照辈分相处。四、家庭结构与社会变迁的缩影。农村的这个现象不仅是一种文化趣味，更是社会变迁的结果。隔代抚养，许多农村的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他们从小和叔叔姑姑一起长大，关系更像兄弟姐妹。代际观念交错，随着农村人外出务工，家庭里的年龄和辈分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。在城市里，这种侄子比叔叔还大的关系可能会让人抓狂，但在农村，这背后承载的是多子女家庭、传统观念和社会发展的缩影。也正是这些看似反常的故事，让中国农村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。